古诗词鉴赏还可以帮助什么？因为古诗词它常常描绘的是人生百态、自然的景物以及对人情世故的一个感悟。这些内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、启发我们去进一步的思考，还可以在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在他们自己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提供情绪上的安慰和安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篇短文，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当时刘禹锡为什么会写下这篇《陋室铭》？因为当时刘禹锡他在做监察御史的时候呢，曾经参加了唐朝的政治革新运动永贞革新。后来呢，革新失败以后，刘禹锡就被贬到安徽的和州县当了一名刺史。和州县的知县呢也很不地道，他知道刘禹锡是被贬过来的，所以呢也是落井下石，故意刁难。刘禹锡到任之后，知县先安排他在城南的江边的一所房子。刘禹锡很高兴，他呢随意就写下了2句话，他贴在门上。他说：面对大江观白帆，身在河州思争辩。知县知道以后很生气，他想哦，你好像还挺有闲情逸致的哈，所以又把他迁。他从南门迁到县城的北门，面积呢也有原来的三间房间到1间半房间。但是呢，刘禹锡发现这个房子附近有杨柳依依呀，环境还可以啊，所以他渐进深情，又在门上写上：垂柳青青江水边，人在溧阳心在京。知县看，你好像心情还是不错哦，对自己的境况还是不是太那么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个状况啊，又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所以又把它调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它调到了县城的中部，只给了他1间房间。这间房间小到只能容得下1张床、1张桌子、1张椅子，那么小房间。所以半年时间，知县强迫他搬了3次家，面积一次比一次小，最后就是那么小的斗室。这个时候，刘禹锡他不是只写这2句话了，他奋笔题下的就是这篇《陋室铭》，并且请人刻在石碑上面，立在门前。这篇文章短短81个字，它是刘禹锡在给自己的宽解和安慰。不慕富贵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但是我相信这篇文章也宽解了我们后世人，宽解了我们这些读者。当我们在面对困难，当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，应该怎么样达到安贫乐道？怎么样做到乐观、云淡风轻？所以，当我们在焦虑的时候，在心情烦躁的时候，要学会试着和自己和解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一首诗、有一阙词、有一篇短文，能够通过它独特的这种韵律和意境，是可以把我们带到一种平和、一种宁静的心境的，是可以帮我们调节情绪的。当然，古诗词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审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。我们知道古诗词和我们现代诗、现代的短文不一样哈，它有平仄，它有对仗，它有押韵，所以使得它更有音乐性，更有和谐美。其实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读得懂这个词的意思，明白这个古文哪一句，哪个特别有些词比较跟现在的意思可能不太一样，你可能不是那么确切的知道它的含义。但是仅仅是读诗本身这个动作，阅读朗诵的这个本身是可以让我们很享受的。特别是有些律诗，有一些平平仄仄平平仄，仄仄平平仄仄平。其实你读诗的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过程，一种美的享受，本身就是可以给我们的心灵上
有一个慰藉，有一个满足的这么一个效果。然后你在读诗的时候，同时去体味这个诗意，会让我们得到情绪上的放松和舒缓。我很喜欢这首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。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所以每每念起这首诗的时候，就会勾起我对江南、对家乡的那种遐想、那种怀念。而且你在诵读的时候，其实诗词的那个韵律感会让你欲罢不能，会一念再念。所以这也是我个人喜欢古诗词的原因之一。在今天上来的也有好几位我的朋友哈，他们也知道我特别喜欢朗诵。我喜欢在诗词的这个音节、音律的这种抑扬顿挫当中去感受美好，情绪也会在读书的时候，在读诗的时候会得到安抚，会得到治愈。近段时间我在自媒体上也放了一些诗词的一些朗诵的作品，得到一些朋友的关注认可哈，也分享也是快乐的事情。那我在这里，我也建议大家在经常的时候，最好能够把它读出来，因为朗读其实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。我这里就不展开了，它可以增强我们的肺活量，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，而且也是一个思维体操，可以带给我们一个精神上面、情感上面的一个愉悦感。我建议大家不要默念啊，还是给它念出声来。我自己个人目前最喜欢的是这首《滕王阁序》，诗很长但是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试着去读一读，你会觉得很过瘾。你读了一遍还会想读第二遍的那种感觉，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不单单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风貌、当时的审美的情趣，它还承载了很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智慧。所以，我们通过学习和鉴赏古诗词，可以从中读到历史，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，感受到文化的积淀。那这种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是非常有助于塑造我们个体的心智，有助于我们情绪的稳定性的。其实，所有的文化艺术形式都是对情绪管理是有帮助的。只是我认为，读书应该是门槛最低的一种形式，因为大家都认识字，我想在座的应该都会中文。但凡你会说话，你认识字，所以你就不需要太多的技巧朗诵。我一定要普通话很标准，我一定要怎么怎么，其实都不需要。只要你认识字，会说话，你就可以进行阅读。不像有一些艺术门类，它要求你音准啊、音高啊，你要会一定的什么弹琴啊、绘画这些技巧。你会看书了，你就可以和作者进行对话，可以在文字当中找到共鸣，找到你的情绪的宣泄点。都说胸藏文墨虚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我很喜欢三毛的这段话：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。许多时候，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，不复记忆。其实，他们仍然是潜在气质里，在谈吐上，在胸襟的无涯。当然，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。所以我们在接触一些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和作者对话，是在和历史对话，也是在和自己对话。你会不由自主的在这些作品里面去映照自己，去寻找自己的影子，去假设你在那样的情境下，你会怎么样去处理，所以也会从中得到启示。所以我们说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会把你的一些负面的、消极的情绪慢慢淡化掉，那你的孤独感、你的失落感也会由此得到释放和缓解，会让你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会让你有一种更向上、更积极的力量。
所以说，有这样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陪伴和洗礼，会让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更积极，人也会变得越来越有温度，越来越有内涵。